大家好，我是米花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部青春爱情电影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。柯景腾是国立中学的一名高中生，因为喜欢调皮搞怪，所以是班级上公认的差生。课堂上，柯景腾和同桌打手枪被老师抓到了。什么是打手枪啊？你还做？我不知道啊。这么多羞耻！为了不让他们继续影响班级纪律，老师让柯景腾坐在学霸沈佳宜的前面，希望能好好的督促他的学习。但是柯景腾完全不领情。英语课上，沈佳宜没有找到自己的课本，正在懊恼之际，柯景腾却将自己的书递给了他，这让沈佳宜大感意外。虽然免受老师的批评，但想着柯景腾是因为自己而在教室外受罚，女孩此刻怅然若失，思绪万千。翻看满是涂鸦的课本，她惊讶地发现，这一刻柯景腾在他心里的形象似乎也变得没那么坏了。放学之后，沈佳宜找到柯景腾，拿出一份试卷叫他回家温习。虽然柯景腾不屑一顾，但在沈佳宜的一番刺激之下，他决定开始认真的学习，绝不能让这个小女生看扁了。为了向女孩证明自己的决心，柯景腾第二天早早地来到学校，将通宵做好的试卷交给了沈佳宜。看着试卷上的各种错误，沈佳宜产生了一丝丝同情之心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开始不遗余力地给柯景腾辅导功课。又到了发成绩的日子，男孩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竟然拿到了高分。柯景腾第一次体会到这种让人刮目相看的感觉，而沈佳宜也打心里为他感到高兴。两个人的关系也因此悄悄地发生了变化。高中的生活虽然紧张乏味，但也有荒诞不经的小插曲。一天打篮球的时候，柯景腾被沈佳宜叫了过去。喂，干嘛？你有没有听到大家最近都在聊的传说啊？问帅这件事已经变传说了。柯景腾看出了女孩的胆怯，便想使坏吓一吓沈佳宜。于是他添油加醋地说：你说一群僵尸啊？我知道啊，他们就沿路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女孩子果然都很胆小，听到柯景腾这样讲，沈佳宜似乎信以为真了，于是便要求柯景腾晚上留下来陪他一起复习功课。柯景腾很无奈，第一次觉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晚上，柯景腾递给沈佳宜一封别人写的情书。我亲爱的沈佳宜同学，我很喜欢你。这是你的字柯景腾，我不得不说，你写情书的文笔真的很差。自恋的柯景腾当然不承认是自己写的，于是厚着脸皮说：说真的，虽然我很帅，人聪明，又会讲笑话，但你不要轻易的喜欢上我。谢谢啊，我不喜欢比我笨的男生。笨！我是怕抢你全校第一名的头衔。柯景腾彻底被激怒了，他提出要和沈佳宜打赌，如果他赢了月考，沈佳宜就绑1个月的马尾。女孩可是班级第一，欣然接受了赌约。沈佳宜依然每天用心的学习，柯景腾也爆发了高昂的斗志，两人互相较劲儿，互相敦促，慢慢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。考试结果出来，柯景腾自然没能超过沈佳宜。为了履行赌约，柯景腾去校外剪了个光头，以此明志并表示认输，这让沈佳宜对柯景腾刮目相看。第二天，柯景腾和同学在操场闲聊，却看见柯景腾不由得看呆了。
此刻女孩的俏丽模样就这样悄然地映在了他的心里，一种别样的情愫开始慢慢地在心底萌发。这一天，教官来到教室，他们怀疑班费被同学们偷走了，要求检查大家的书包。这样的举动引起了柯景腾的不满，于是他站起来与教官对峙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沈佳宜竟然帮着他说话，结果两人双双被叫去罚站。这是沈佳宜从来没有过的经历，她觉得十分的丢脸。为了照顾女孩的情绪，柯景腾只好安慰她。沈佳宜，超正点的，哭起来也超正的。高中就要结束了，柯景腾因为沈佳宜的辅导，联考在他的眼里没有丝毫的压力，他的心态很放松，期待着能和沈佳宜考进一个大学。可是沈佳宜却因为身体不适，发挥得并不理想。考试结束之后，大家一起去海边畅谈理想，柯景腾依然说着不着调的话，但心里想的全都是沈佳宜。沈佳宜似乎也感受到柯景腾热情的眼神，可她并不反感，反而有些窃喜。放榜这天，沈佳宜虽然没有考上第一志愿，但也如愿进入了师范学院。柯景腾因为考上了本市的学校，所以不得不与沈佳宜分开。离别前，柯景腾来到车站送别沈佳宜，并且送给了她一件自己亲手设计的 T 恤。沈佳宜，上大学以后，不要太快让别的男生追到你，好不好？柯景腾虽然不舍，但也不敢再进一步。他来到一所没有沈佳宜的大学，只能每天给女孩打电话，两人像是异地恋的情侣一样，可是谁都没有打破那一层窗户纸。大学的第一个圣诞节，两人相约见面。此时，女孩的心里一直有个疑问：柯景腾，你真的很喜欢我吗？很喜欢啊。我总觉得你把我想得太好了。沈佳宜的话让柯景腾很是不安，他开始担心沈佳宜是不是不喜欢自己。放孔明灯的时候，柯景腾终于鼓起勇气，正式向沈佳宜表白。沈佳宜，我很喜欢你，非常喜欢你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要追到你，1000%，一定会追到你。你想知道答案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沈佳宜本想告诉柯景腾自己的心意，但一向自信的柯景腾却在此刻退缩了。他没有勇气去听答案，便拒绝了沈佳宜表露心意。于是两人继续保持着这种朋友之上，恋人未满的关系，直到两人因为柯景腾组织格斗赛的事，在雨中大吵了一架。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联系。2年后，台湾发生地震，柯景腾第一时间跑到有信号的地方，给沈佳宜打电话询问她的安全。两个人在电话里回忆起过去的美好，柯景腾心里也明白，两个人再也回不去了。沈佳宜，你相信有平行时空吗？也许是在那个平行时空里，我们是在一起的。真羡慕他们啊！谢谢你喜欢我。多年后，柯景腾接到沈佳宜的电话，是他婚礼的邀请。婚礼上，同学们都开始诉说大家当时傻傻的样子。原来青春就这样过去了。当沈佳宜挽着新郎出现时，本以为自己会嫉妒的柯景腾却发现，这个女孩早已深深地烙印在自己的青春里。他真心地希望沈佳宜被呵护，幸福且快乐。
婚礼结束后，大家一起合影，所有人都想得到沈佳宜的亲吻，新郎则表示想亲新娘首先得亲他才行。柯景腾听到这儿没有丝毫的犹豫，这一幕不禁把沈佳宜逗笑了。此时的沈佳宜这才明白，就是这样幼稚的柯景腾原来还像以前一样喜欢自己。如果柯景腾当初没有拒绝沈佳宜开口，如果他们吵架后能主动认错，那么故事的结尾会不会没有遗憾？我们怀念的到底是青春里的那个人，还是青春的那个年纪？正是因为青春的遗憾，所以我们才会念念不忘。把你青春里那个人的名字留在评论区吧，也许他会看到。